一个前央视主持人手握最炸裂的素材，比如说腐败的内幕、官场的丑闻，他全都知道。他在油管上一年赚多少钱呢？不到1700美刀。而另外一个非常著名、被很多人惦记的前央视记者，年收入将近120万美刀。同样是从体制内出来的这个大陆背景的新闻人，他们两个人的收入差距不是10倍，不是100倍，是687倍。为什么？3年以前我做了第一期视频，用 Social Blade 的这个数据非常粗糙的扒了52个中文时政 YouTuber 的收入，这个是我做油管生态分析的起点。第二期呢，我把这个频道的数量扩大到132个，但是计算收入的方法论还是略显粗糙。而这一次我把整个方法论全部推翻重来，精度提高了一个量级。3年时间，我这个全网独一份的油管生态研究报告，从52个频道变成386个。我见证了王志安他变成时政圈的一哥，我看着7788异军突起，杀到时政的第21名。我也看着央视一哥芮成钢下场油管，从最开始的这个盛况空前，然后到去年排名332位垫底，黯然收场。所有今天会呈现给大家看的这些辛辛苦苦收集回来分析的这些数据，会为我们揭示整个油管跟推特，也就是海外中文圈的一些舆论场的动态变化。其实还真是蛮有意思的。而辛苦做这个视频呢，也是为了给大家提前拜个大年，祝大家在马年吉祥，万事如意。我们看到386个频道，5.94亿的订阅，4600多万美金的年收入，这个就是华语 YouTube 的这个食物链，有顶级的猎手，有组织化的军团，有寄生虫，有灭绝的物种。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条食物链从头到尾拆解给大家看。做这个榜单的初衷啊，是想让大家对于油管跟推特的生态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可能大家会喜欢不同的 YouTuber， 但是到底这些人他们处在圈子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能够上榜的这些 UP， 其实是基于他们的这个实际绩效的数据，并不是艾森本人的喜好，而且完全与政治倾向没有一点关系。开始以前，我还要再郑重其事地强调一下，这个榜单它不是艾森个人的推荐榜单，恰恰相反，这榜单里头有很多摇滚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不齿，本人并不会为榜单里的任何主播来背书。另外，毕竟我一个人的视野比较有限，如果您发现自己钟爱的这个 UP 他们不在列表里头，请在评论区留言，然后我们下一期做榜单的时候就会把他们全部都收录进来一并研究。油管收入要怎么样去估算呢？我要简单给大家讲一讲计算的公式。油管频道的年收入，我的算法是等同于它每一年的所有视频播放的总数量，然后我会把它分开长视频跟短视频，每一个频道长视频跟短视频的数量有不同的占比。长视频我会乘以一个 RPM $4每千次，再加上连播放量这个乘以短视频的占比，然后我用一个$0.05作为 RPM。 长视频跟短视频两项相加之后，我们就会得到这个油管频道的广告分成，而这个收入并不包括会员啊、品牌合作啊、电商跟打赏等等其他的一些收入。接下来我在视频当中提到收入默认值，指的就是油管视频的广告收入这一个部分。这个数字说实话是收入的下限，它并不是上限。一个主播他实际的总收入只会更高。目前这个收入数据是根据可以拿到的最权威的数据做了精细的调整，相对来说比较准确。而我们拿这个计算调整过之后的数据来做这个排名，也基本足够用了。我们直接开始看排行榜，排在不分赛道油管收入榜单首位的是胖松松跟瘦二毛。很多人不喜欢他们视频的这个搞怪的风格，但是人家有1800多万粉丝，一年收入357万美刀，
成绩单就摆在那儿，说明外国人真的就吃这一套。而76亿的年播放数据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有点像是一台老虎机，投进去的是观众的注意力，吐出来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老高跟小莫视频广告的收入排在第7位，好像没有那么的显眼，90万美刀。有网友就会问了，老高跟小莫他们赚的钱竟然会没有王志安多吗？这不可能吧。刚刚我们说了嘛，这个榜单统计的只是油管视频的广告收入的分成，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会员的收入、商城跟其他算上的话，老高跟小莫他们真正的年收入可能超过了900万美刀。没错，你没有听错，是900万美刀。那这个数字是怎么样来的呢？有报道说，老高跟小莫他们的频道大概有15万的付费会员，每人每月大概5美金，扣掉 YouTube 这个30%的抽成以后，光是会员费的收入一个月就有50万美金，一年差不多600万美刀。再加上广告收入，以及他们2024年推出了一个付费课程，那一年的收入轻轻松松可以突破3亿新台币。那这个数字在台湾跟华语的一些媒体圈已经被广泛引用了。按照类似的一个比例来计算的话，王志安他的年收入大概也在300万美金左右。而更厉害的是什么？老高跟小莫2021年他们从日本搬到了新加坡。我们知道日本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是 45%， 而新加坡只有 22%， 而且也没有资本利得税。光是搬家这个决定，每一年就帮他们省下几百万美金。最近听闻他们的故事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去年10月份，老高他突然宣布要无限期的停更，原因就是他们的狗狗利奇被诊断出淋巴癌。本来1周前体检的时候，狗狗还完全正常，但是1周之后就确诊了。老高在公告当中特别提到，小莫因为这个事情受到的打击特别大，所以如果未来恢复更新，他可能会自己先以个人的形式重新开始，然后就是接下来整整3个月的沉默。今年1月30号，老高终于回来了，但是这一次他只有声音没有露脸，小莫没有出现，所以这个视频一出来，脆上就炸了锅。有人发了一条帖子说根本就不是狗狗利气生病了，小莫有了别的男人。这个离婚的传闻有以下几个证据：首先，小莫完全没有出现；其次的话，老高的声音跟状态；再次，小莫曾经在视频里面说我在国内的身份证上还是单身未婚的状态，因为他解释说，在日本呢，你只是登记了结婚，但是在中国的户口本上，法律上来说还是单身。而从税前故事开始起步，到年收入900多万美金，再到现在两个人分分合合，这个传言，老高跟小莫这2位是华语内容创作者经济最大的童话，但是现在也有可能正在经历最大的悲剧。这个地方要特别声明一下，以上这些关于他们2位离婚或者是感情纠葛的部分，全部都是网络传闻。截止目前为止，老高跟小莫都没有对于坊间的传闻做出任何的回应。聊起这些只是为了想要解释一下粉丝的讨论跟频道状态的变化，不是为了做一些八卦的定论。2025年6月份，老高他透露说，他曾经创建了一个新的频道，每一天上传一个用 AI 创作的猫鼠追逐的短视频。这个新频道第5天就爆掉了，7天之内播放量已经达到 2.4 亿，涨粉18万。即便是在人生的低谷时期，老高他对于油管算法的理解依然是顶级的，所以真的是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就成功。接下来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对比，滇西小哥年收入173万美刀排第2，李子柒年收入49万美刀排第23。这2位做的比较类似，都是田园生活类的内容，但是为什么收入差这么多呢？李子柒大家都知道3000多万粉丝，是滇西小哥的2倍多，但是他的年播放量只有 1.24 亿，而滇西小哥他有 5.12 亿。李子柒2021年到2024年停更了整整3年。不过即便停更，李子柒每一个月仍然可以从油管收到78万人民币的广告收入，所以
这个就是 YouTube 能够提供的实打实的被动收入的能力。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全赛道前100的这个主播名单里头，时政评论占据了相当多的位置。王志安排第4，年收入117万美刀；王健排第10，年收入65万美刀；文昭2个频道合计116万；风云谷排第14 58万；馆长排17 55万。时政这个赛道的赚钱能力还是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好一些。这一次我总共收录了133个时政评论的频道。先给大家一些关键的数字：总订阅5420万，总估算的年收入大概1424万美金。跟3年前相比较的话，因为这个计算的精度不太一样，数字不能够简单直接对比，但趋势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时政赛道依然有上升的空间。100个频道里头，反共的流派占了绝对的主流，而亲共的只有7个，排名基本上还比较靠后。年收入超过10万美刀的时政频道大概有40个，这说明什么？说明时政赛道的门槛比较低，但是食物链是比较陡峭，想要靠这个来养活自己比较困难。而真正能够吃饱的，也就是前40名，从大概42、43名开始，年收入就低于10万美刀。对于一个全职的 YouTube 来说，10万美金是一个分水岭，低过这个数字，你在北美基本上很难靠做这个来养活自己。3年前我做第1期油管排行榜的时候，王志安跟文昭、王健这3位基本上是三足鼎立，有时候还有八囧来打酱油。但是去年八囧就被甩到了第8，收入也只有50万美刀。看起来能够跟王志安匹敌的，不管是收入还是粉丝的数量，依然只有死对头文昭。我之前曾经预测王菊之安他在2025年应该会突破200万粉丝，现在虽然已经达到了195万，差距的确不算大，但一个不太好的迹象就是王志安的频道已经出现颓势。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年初的时候，王志安遭遇重挫，他的前妻施泰里汀向全网直播家庭暴力事件，因为这个王志安涨粉的节奏被彻底打乱。我们先看看他的涨粉的过程。2025年王志安月均涨粉只有 1.9 万，是2023年巅峰期1个月 5.4 万的1/3，说明他的这个引擎在减速。再看看视频的播放数量，2024年月均2890万次，2025年是月均2384万次，下降了 17.5%。 播放跌了，也意味着广告收入的基本盘在萎缩。最后看一看粉丝价值，3年前第1期的榜单，王志安可以排到前第1或者是第2，但是这一期他只排到了第9。虽然 0.6 美金这个粉丝的价值依然很高，但是苏小河有 1.36， 风云谷 1.17， 连7788都有 0.99。 这些新面孔在这个方面已经冲到了王志安前面。所以即便我们不能说王志安已经开始衰落，但不得不说他的增长引擎开始显得乏力了。而老对手文昭靠着这个双频道的策略，在收入上实质上已经追平了。王昭谈股论金这个频道168万粉丝，每一年60万的收入；思绪飞扬146万粉丝，每一年给他带来56万美金的进账，合计是314万粉丝，每一年116万的进账。而且思绪飞扬这个副频道2024年涨粉32万，2025年涨粉31万，增速极其稳定。但即便如此，王志安的这个受众群体是以高收入高学历的海外华人为主，而这些人的广告点击的价值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的。而文昭他靠的是体量来追平，他并不是靠视频的质量。如果只看单频道的话，王志安依然是无可争议的第1名。但我还是要说，如果王志安接下来几年不求新不求变，任由当前这个趋势延续到2027年的话，文昭在总收入上正式超越王志安，只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更何况现在王志安正在遭遇第3次全网大围剿。第一次是因为台湾大选，
第二次是因为被前妻李婷指控家暴，这一次是盲人律师陈光诚在日本法院正式起诉王志安，因为王菊在节目当中说他不是真瞎。当前这么一个局面，很多之前王志安的敌人群起而攻之，网友称之为废小反直轮，这个大联盟车轮大战，想要挑战灭霸王菊之案。不开玩笑，其实每一次像这样遭遇全网围攻的时候，王志安哪怕不死也要脱层皮。他已经试过被人肉开盒，自己的家人跟员工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被人悬赏8万美刀要人头，主要是因为他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围绕王志安的舆论风波再一次把一言难尽的群体，他们内部的一个真实的生态都摆到了台面上，也折射出某一些长期自诩为自由民主代表的这个群体，他们在面对不同声音的时候，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态度。说实话，我对于海外华语这个圈子这个社区盛行这样一种文革批斗风是蛮失望的，我个人也深受其害。即便作为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王志安他的专业训练跟实地调查的功力是其他所有时政 YouTuber 很难望其项背的，但说实话，他经得住这样一轮又一轮一直被围剿，一直被消耗吗？ Anyway， 说起王志安的话，难免想到柴静。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比较过这2位央视精英，我想特别讲一讲是他们曾经的同事芮成钢。去年我把芮成钢破格放进了这个油管榜单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的粉丝超过10万应该没有悬念，应该很快就会达到。但结果呢，1年过去了，他的粉丝的数值定格在了8万2，基本停滞了。年收入呢只有不到1700美金。芮成钢他在央视的巅峰时期有多牛呢？24岁被达沃斯评为全球未来领袖，微博粉丝一度超过1000万，曾经是中国最有国际知名度的主持人之一。2014年他被带走了，因为牵涉腐败案，网上流传一些更劲爆的传闻，说他是官场的公共情夫，跟20多个高官的夫人有染。最后芮成钢被判了6年，2020年12月出狱。2024年10月，沉默10年之后，芮成钢在油管开了一个频道，第一个视频就叫做芮成钢回来了，5天之内狂涨了5万粉丝。但很可惜，接下来就全崩掉了。说实话，芮成钢他手握华语油管最具有爆炸性的素材，因为他本人的经历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但是他选择了什么呢？选择读书心得跟人生感悟。或许因为他有不得已的苦衷，或许是因为不屑于讲这些东西。总而言之呢，结果就是榜单排名定格在332位，从达沃斯的座上宾到油管这个榜单的垫底，3个人都是央视精英，但这个差距已经不是量级的问题了。在油管，尤其是在时政赛道，你的过去不是资产，你愿意说什么才是资产。一个调查记者没有了电视台，或许还可以有做实地调查的机会，但是一个主播如果没有了演播厅这个大舞台，或许就什么都不是了。时政赛道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13个100万粉丝的频道，最新的是二大爷跟龚子沈。当年对比分析几个报道台湾大选的 YouTuber 的时候，除了王志安之外，撇开政治立场不谈，我那期视频最看好的就是龚子沈。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参与台湾大选报道的轮系及其外围的 YouTuber 当中，成长最好的就是这位龚子沈。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对比啊，同样是100万大 V， 江峰虽然有133万粉丝，年收入只有35万，小岛大浪吹有119万粉丝，年收入只有8.9万。为什么差这么多呢？其实他们的视频的更新频率很重要，因为你出的视频越多，你能够赚取广告分成的机会也就越多。而且还有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榜单，苏小河他只有22万粉丝，但是他的粉丝价值是 1.36美金，22万粉丝创造的收入比很多100万大 V 还要高。7788排第3，粉丝价值 0.99美金。去年我
推荐他作为年度最佳新人。他的频道创办仅仅13个月就闯进了收入前12名。1年过去之后，7788他不仅没有后进不足，继续稳在高位，依然是中文时政圈，我可以说他是一姐啊。7788，如果你看一看他的油管频道的话，他高频输出的是同一种类型的视频，只是完全纯粹的满足观众情绪价值的做法，我觉得或许才是油管频道在商业上可持续的路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就是时政频道的政治倾向的分析。我把133个时政频道分成3个阵营：亲共的、中立的跟反共的。我们先看一看数字吧。首先第一个，反共在时政圈子里头是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占比高达 79%。 那这个比例是结构性的，因为油管的华语观众主要是墙外的华人，包括了2300万台湾人，然后有香港、东南亚华人以及翻墙出来的大陆用户。那这些人他们天然的倾向就是想看反共的内容，只要这个防火墙没有被拆掉，油管这种内容结构性的比例是不会变的。所以反共就天然的是这样一条食物链上的主流物种。那如果无脑反共再加上无脑舔台湾的话，基本上可以肯定流量是不会有问题的，而且还不用担心遭遇民主的限流跟封禁。第二个发现就是亲共的频道在油管其实活得特别艰难，有13个亲共的频道，他们平均年收入是不到10万美金，看起来好像跟反共差距不大，但是亲共的阵营里头主要是台湾蓝营在撑场子，馆长年收入有55万，历史哥有38万，郭正亮19万。那如果把台湾这些蓝营把他们这些大 V 去掉的话，大陆背景的这些亲共频道平均的年收入可能连2万美金都不到。然后第三个，我们看到中立频道平均的收入能够去到 13.8 万，但是这个数字说实话主要是被王志安的年收入117万拉高了。如果去掉王志安的话，中立频道的收入就根本上不能看了。海外中文圈天天都在到处扣大外宣的帽子，我想请问一下，以共产党他们拥有的能力跟资源，哪怕是稍微用那么一丁点力，咱们也不要说这个亲共派去碾压吧，咱们也不用说亲共跟反共50-50对半分。目前这个状况啊，请问如果真的有中共下场，真的有大外宣在里头，至于让反贼占比达到 80% 吗？ Use your head， 用自己的头脑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那说到政治阵营，去年发生了一个特别明显的趋势，2个字：跳反。那所谓跳反，就是从一个立场跳到另外一个立场。馆长去年的跳反当然是中文时政圈的大事，在这之后我们先后见证了夏荷、陈老师、上官乱等等好几位油管主播的跳反事件。上官乱曾经是异议人士，他2011年参加了茉莉花运动，被警方传唤，2013年因为参加 PX 抗议被带走，2020年嫁到台湾成为陆配。到了台湾以后，他在自由亚洲电台当主持人，写反共的专栏文章，立场是非常鲜明的。但是到了7月份，他正式成为泛蓝媒体据传媒的撰稿人。从反共的自由亚洲跳到亲中的泛蓝媒体，那这个跳转在反共圈当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还有第一代网红夏荷，2008年就出柜的这个顶流，微博有500万粉丝，2020年因为在6个人的一个微信群里头说了一句一尊不开心了，李仲堂的决策连个屁都不算。就因为这句话，他当晚被国安约谈，然后被迫签了保证书。2021年他被全网被封禁，2022年东渡日本，开了油管频道。早期的夏荷他是标准的反贼，他坚定挺台。这个时期的夏荷跟绝大多数大陆背景的反共 YouTuber 一样，反共等于挺台等于挺绿，3位一体。2025年年中，他开始对于海外反共圈这种造谣文化感到不满，而最关键的转折是他开始承认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成就，而这个在反共圈子里头是绝对的禁区。比如说夏荷看了贵州桥梁的纪录片，他说了一句大实话：
中国的基建确实牛。又比如说，他说我做不到逢中必反，他说中国的航母不是纸糊的，那这下子完蛋了，反共圈彻底炸锅了，青鸟开始出征，夏河被批斗成了大外宣。而他现在的推特简介上有5个大字：大骂大帮忙。既然批评中共还不够，你们说我是小骂大帮忙，那索性干脆放飞自我得了。所以我们看到夏河的弧线，它不是简单的从反共变成反红，而是经历了比较微妙的3段式。那第一个时期是从反共加挺台，然后转变成反共加反共的造谣文化，然后下一个阶段变成是反共加承认中国部分成就，然后被扣上了大外宣的帽子，然后不得已反击炮轰绿营跟青鸟。其实夏河他至始至终他没有说过共产党好，但他说了中国的桥修的的确不错，航母不是纸糊的，逢中必反我做不到。这个在反共圈，尤其是在知黑的纯度测试文化里头，这种做法足以被判定为大外宣。而第3个跳反的故事更加复杂一些，就是陈老师来了。陈宇正2016年他作为交换生到台湾，亲眼看到了民主制度，由此颠覆了3观，然后回到大陆以后开始实名评论政治，结果2020年被抓，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冒险逃到韩国，后来去到美国，在油管上经营频道陈老师来了，最高的时候做到50万粉丝。但是他后来也开始批评台湾绿营，然后批评青鸟运动，结果他的50万订阅者大多数是因为当初他反共，所以才关注他的绿营支持者，然后这些人反过来集体举报他的频道，最终导致油管频道被封禁了。这说明什么？一旦你因为某种政治立场获得了受众，那么任何偏离都会被视为背叛。陈老师的跳反就是被原来的粉丝反噬了。食物链上的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你想要换，代价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影响最大的跳反应该是艾未未。2025年流亡海外10多年的艾未未回国探亲，引发争议的是他说了一句西方没有资格批评中国。这个艾未未就是那个曾经最激烈批评中共的艺术家。2011年他被拘押81天，护照被没收4年。2015年他离开中国，先到了德国，后来去了葡萄牙。10年以来，他一直是中国人权问题在西方世界最响亮的批评者。但是到了西方之后，艾未未发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他批评西方的言论审查，他批评所谓政治正确的虚伪，他批评西方对于中国问题的双标。他说西方社会对于自由的威胁有时候跟中国一样大。有人评价他是永远跳反的人格，但其实艾未未在西方社会观察到的、体验到的，跟我个人观察到的是一致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早在1年半以前就曾经下的推论，美国民主从内部被腐蚀，正在遭遇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现在看到这些跳反的现象，就是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和我一样意识到地缘政治格局上的重大转变，而这个跳反的浪潮才刚刚开始。好了，接下来引到下一个问题，反共阵营内部是铁板一块吗？讲到反共阵营，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华语时政圈子最大的一个组织化的力量——法轮功。在反共阵营的102个频道当中，有20个法轮功系的频道，他们的数据大概是这个样子，总共有1166万的订阅，占据了反共阵营收入的 30%， 所以组织的力量是不服不行。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数字3年以来其实在悄悄的发生变化。3年以前，轮系占据了实政赛道粉丝总量的 40%， 而现在他们占到的是 30%。虽然轮系3年以来他们的收入虽然涨了 28%， 但反共阵营总体的收入其实涨了 69%， 而非轮系油管主的这个增速是轮系的 2.5 倍。比如说斯泰里汀、夸克说、王路飞、艾森、鲁社长、张金义等等这些新人都是在过去1年相继崛起的。
而在过去一年急速涨粉的榜单当中，收入增长榜单的前列几乎看不到轮系，除非有些主播他们隐藏的足够深。那所有这些信号已经非常明显了，正是我2年前预测的这个油管市场的蛋糕正在做大，但是新老交替之后，法轮功的份额被稀释，这个趋势正在发生。而在轮系内部也出现了2极分化，现在有6个主播是他们的希望之星，可以来撑撑场面，包括了有文昭、方伟、老北京茶馆、微雨、方飞以及蒋光宇这6个人。1/3的轮系频道已经在衰退或者是濒临死亡，比如说天亮时分、大宇啊、唐昊这些曾经的轮系矩阵的中坚力量，在2025年都已经开始在掉粉了。如果没有文昭的话，轮系的数据会更加难看，而且轮系粉丝的价值大概只有非轮系的一半。3年过去之后，这个结构性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说明还在看轮系视频的主要都是一些老移民。而同一时期我们看到7788从零开始，2年之内就有35万的年收入，柴静涨粉94万，二大爷涨粉102万，施泰里汀涨粉17万。去年涨粉最显著的这些增量几乎没有来自于轮系的。报道说，大纪元的年收入从2019年的1500万美刀，一年之内就暴涨到6200万美刀，涨幅410%。美国的司法部认为，这个涨幅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洗黑钱。当然，我要声明，以上这些都是美国检方的指控，这个案子还没有开始审判。但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从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可见一斑。大纪元最高的年收入有 1.22 亿美金，然后神韵的总资产 2.66 亿美金，整个帝国在2021年的年度规模接近 2.5 亿美刀。而这些钱通过交叉补贴的形式支撑了整个轮系矩阵的油管运营。举个例子对比一下就清楚了。肖明曾经是新唐人的记者，但脱离轮系之后，年收入骤降到不够1800美金，一蹶不振，他的频道几乎归零。说白了，法轮功矩阵的这个运营他们是组织化的，是有财务支撑的，所以当你脱离了这个组织之后，你的内容生产能力跟你的受众的基础都会在瞬间瓦解。某种程度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轮系一哥文昭比王志安更有后劲。而在食物链上，法轮功它是一个狼群，单只的狼如果离开这个狼群之后，可能连兔子都抓不到。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条食物链上截然不同的3种生存方式。食物链的底层还有一种更加奇特的生物，不靠捕猎，靠分泌毒素。这群人就是摇棍或者是听床师。那这些频道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毫无底线的编造内幕啊，没有任何根据的听床，耸动的宫斗叙事。这11个频道他们的总订阅250万，每一年的总收入将近100万美金啊，平均年收入10来万美金。榜单上有一个例子，22万粉丝，年收入30万美刀。他的内容惯常就是习总被军方软禁、武装押送这样一类听床叙事，然后标题非常耸人听闻。但是他的粉丝可谓甘之若饴。还有一位更有意思哈，他在自己的频道简介里头直接就写明了中共倒台的预言家跟见证者，还自称为大忽悠。他之前有金融诈骗的嫌疑，但是在油管上他依然能够维持29万粉丝跟7万美金的年收入。所以这个商业现象说实话值得我们琢磨一下。摇棍它不单单是有市场，而且它的收入非常可观。很多人翻墙出来摆明了就是想要看到一些墙内看不到的东西，明知道是造谣，他们看得也很爽。所以贩卖焦虑其实是有市场的，而且市场规模比大家想象的要大，这个收益比想象当中要更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每一条视频值多少钱。单条视频的价值怎么算呢？就是年收入除以每一年发片的总数，就是你每发一条视频到底能够赚多少钱。老高他基本上每一个月只发一条视频，但是单条视频就有将近 7.5 万美刀。你不需要每一天都发视频，你只需要每一条都是爆款。西南他一条视频将近 1.5 万美金，一个月也只发一条，但是每一条视频的这个信息密度跟制作的质量都很高。
如果你有兴趣想试一下油管的话，可能要先想清楚到底要走哪条路，是一个月只发一条视频呢，还是每一天都发视频？在食物链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策略。那说完了单条视频的价值，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个极端，谁是华语油管最勤奋的人？有一个频道叫华尔街电视，它一个月发1027条视频，平均每一天都是34条。那这种做法肯定是自动化批量生产，但即便如此，它一年也有3.8万美金的进账。对比一下，关键时刻它每一个月发612条，每一年有114万的进账。少康战情史，它月发686条，一年收入76万美刀。那这些台湾的政论节目，因为有电视台的这个专业制作班底作为团队来支撑，所以他们可以做到非常高频率的更新，一点问题都没有。2年前第一次做油管生态分析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废弃金矿的概念。当时我举的例子就是崔永元，他有58万粉丝，年收入不到1.4万。2年过去了，崔永元现在有93万粉丝，涨了60%，但是年收入呢1.8万。同样是废弃金矿，然后各有各的死法。陈秋实在油管有43万粉丝，但年收入只有区226美刀。眼球中央电视台108万粉丝，2023年6月之后彻底停更。还有 Andy 老师跟张嘉玲，也不知道他们2位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2025年发生了一件对于华语时政圈影响非常深远的事情，因为川普削减了预算，自由亚洲电台直接关停，美国之音大幅裁员。美国之音的油管粉丝有228万，每一年视频的播放数量可以排第71位，但是粉丝的价值极低。自由亚洲电台在油管有41万粉丝，每一年收入只有区3300美刀。你没有听错，一个月只有275美刀。法广更夸张，他们有8万粉丝，但是如果你有兴趣去看一看他们的油管频道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视频播放数只有2位数跟3位数，完全不入流，连上榜单的资格都没有。有时候想想觉得挺荒诞的，连爱生这么一个半路出家的自媒体，播放量都是自由亚洲的好几倍。如果一个在榜单上毫不起眼的个体都能够碾压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电视台这种专业的新闻制作机构的话，您大概就知道这些机构的效率他们出了什么问题。数据说明了一切，不用我用一些例如尸位素餐这样的形容词来给他们下判决书。这些新闻机构被关闭之后，很多前媒体人他们也下场办自媒体，在我的榜单上就有好几位，值得持续关注他们的发展。或许明年可以给各位老板来专门汇报一下。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军事主播徐某人，他公布了一段43分钟的录音，在录音当中有一个自称是中共军方的掮客，说要用月薪4万欧来收买海外的网红。那说实话，这种表演挺拙劣的，但其实真实性根本不重要，没有人在乎。重要的是大外宣的帽子戏法到处飞，原本这些人是用来打击异己的，没想到这个大外宣的定义已经进化了好几轮。最新的进展是包括徐某人在内，也包括李老师以及不明白播客的袁立，都已经先后被不同的群体扣上了大外宣的帽子。徐某人在我们的榜单上名列49位，35万订阅，年收入8.7万美刀。不明白播客在我们的榜单上第84位，30万订阅，年收入3.3万美刀。李老师榜单名列第66位，30万订阅，年收入不到5万美刀。就这，他还要养8个人的团队。2025年还有一个反共圈的内斗，二大爷跟犀利奶爸本来都是反共阵营，结果因为左右立场的分歧，开始互相举报对方。犀利奶爸在我们的榜单上第28名，35万订阅，广告收入的分成一年17万美刀。二大爷排名第12，102万订阅，每一年的收入有33万美刀。从数据上来看，二大爷8月份到9月份的涨粉放缓了，说明新增的观众转化为订阅的这个效率下降了。也可能是因为该领域的潜在受众基本上已经被他覆盖了大部分。
而犀利奶爸2025年9月一次掉粉1000多，可能与举报事件有关，但是影响并不大。过去3年，它的涨粉基本上陷于一个停滞的状态，35万粉丝有可能就是他这种 YouTuber 的天花板。而总体来看，举报这件事情对于2个人的实际影响都比较小，更多的是圈内口碑层面的损耗。去年年初，李听手撕王志安这个事情证明了，在海外中文圈里头，其实高质量的视频远远比不过戏剧化的冲突事件。一个原本快要被放弃掉的频道，因为爆料家暴丑闻，2个月涨粉17万，几个相关的视频打赏的金额超过20多万美刀。看到师太这个成绩的时候，最受鼓舞的是孙宇晨的前女友曾颖。孙宇晨是谁啊？是虚拟货币波场币的创始人，他的身价大概是85到125亿美刀左右。2025年，曾颖开始爆料，2月份的时候，曾颖直接甩出来，我愿意全力配合 SEC 调查，提交所有微信记录跟员工证据，证明孙宇晨他在操纵市场。发完之后还特意加了一句，我没有自杀倾向。讲了法轮功跟摇棍，那接下来我想用4个增长榜单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一条食物链上，到底谁是下一代的顶级猎手？首先，将近3年的时间，谁涨粉最多呢？这个榜单最前面的基本上都是娱乐搞笑类的频道，萌萌与梧桐3年涨了将近2900万粉丝，已经超越了很多人的理解范围。但是你注意看，从第23名开始，时政频道就开始大量出现了。王志安3年涨了134万粉丝，二大爷涨了102万，财经涨了94万。时政频道在涨粉榜的前50位当中占据了12席。我想这背后的推力可以理解，就是政治焦虑。因为中国国内的政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个不确定性正在系统性的推动华语用户涌入时政内容。我们可以看一看按比例来计算的涨粉速度的榜单，这个榜单有可能是最有冲击力的一个，涨粉增速前10名几乎全部都是时政频道。师太李听的听见排第1位，涨粉 94.2%，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现在18万粉丝当中，有 94% 的粉丝都来自于那个非常富有戏剧性的家暴冲突爆发的这2个月，而这些都是过去1年爆发式增长的出现的新面孔，他们的存在说明时政赛道不是铁板一块，新人依然有巨大的机会。前面我们一直在讲油管，但华语时政圈子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就是推特，也就是现在的 X。我们用数据抓取了67个华语时政圈子在 X 上的账号，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排行榜。比较有意思的几个点是，如果删掉媒体的推特账号的话，第2位倪老师不是倪老师，他 X 上他有219万粉丝，排第2，但是他的油管年收入只有不到5万美金。好在近来 X 大幅度增加了对于创作者的分红。王志安是比较少数能够同时在油管跟 X 2个领域来深耕来狩猎的。油管用来赚钱，推特用来造势，这样一种跨平台的影响力，很多其他的内容创作者都不具备这个能力。推特这个平台说实话还蛮精彩的，尤其是马斯克最近大幅度提升了创作者的分成比例之后，更值得我们深入的去研究去追踪。但是因为它的 API 实在是太贵了，我感觉有点负担不起，感觉还是比较有遗憾的。我们看到沉默了11年的博呱呱，他突然在推特现身，是推特圈子的大事。这篇长文让他从零开始暴涨到12万粉丝。财经也专门做了一个将近1个小时的这个视频来直接回应博呱呱的长文。红色家族的后代，他们用推特来公开发声，然后油管的创作者还来公开的回应，这种做法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推特上还有另外一种涨粉的路径，靠高质量的文章跟真才实学。就在这2天，小鹿师傅凭借着一爆款文章2026年我眼中的中国经济，2天之内480万阅读，涨粉超过25000。一个靠身份，一个靠内容，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
涨粉逻辑。这篇讲经济的文章之所以会爆火，它也表明政治的焦虑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而最后一个结构性的趋势，我觉得特别值得说一说，就是中国国内的创作者，他们正在大规模的向海外平台迁移。为什么呢？因为 B 站在过去2年大幅度削减了对于中小 UP 主的这个收入分成，一个10多万播放的视频可能只能赚250块钱，折合大概34美刀。如果你用同样的精力在油管上发一个类似的视频的话，10万播放，差距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所以我们看到 B 站上出现了停更潮，好几个100万粉的 UP 主他们宣布停更。而何同学，我们看到他2024年8月份用 HTX Studio 这个名字开了一个油管频道，短短1年时间发了28个视频，涨了100万粉丝。他在我们的涨粉增速榜单上排名第12。他不是简单的把 B 站的这个视频搬过来，他重新做了英文的字幕，调整了内容风格，然后让国际观众也能够看得懂，这个才是他成功的关键。去年10月份，中国还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做金融、医学、法律、教育类内容的这个创作者，他们必须持有相应的专业资质，不然的话就要被罚款，最高是10万块。所以这一刀砍下去的影响就是，如果这些创作者他们继续留在国内的话，就没有办法合法合规的做内容。因为这些原因导致的格局就是 B 站的创作者他们在大量外流到油管，所以这个就是食物链的终极之战。油管是草原， B 站他也想做草原，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就是逐草而居的动物，哪块地儿草丰水美就往哪块地跑。总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华语创作者加入了进来，对于油管生态来说是一个蛮欣慰的现象。大兵进多刚刚也开了油管频道，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小鹿师傅，过完春节他也会开油管频道。所以喊了好几年，海外中文互联网的这个舆论场终于有了改变的希望，不必整天被摇棍跟轮系来统治了。通过分析近386个华语油管频道，12个赛道，我们发现反共是海外中文圈的绝对主流，占比 80%。 粉丝数量不等于赚钱能力，粉丝的质量其实还蛮关键的。在这个地方，艾森也借这个机会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第3个，法轮功虽然从 40% 降到 30%， 但是狼群依然是狼群，只不过相对而言非轮系的增长更加快速，实证依然是结构性的红利，涨粉的增速相当可观。洗牌正在发生，传统的这些媒体机构关停的关停，停更的停更，中国创作者的出海潮，所有这些力量加在一块儿，华语油管在未来1-2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年前只有52个频道，我第一次看到了整个棋盘的轮廓。2年前观察分析了132个频道，我看到了阵营跟规律。今天386个频道，我看到了一整条的食物链，从顶级的猎手到寄生虫，从狼群，从灭绝物种到正在进化的新物种。明年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确定，就是这一条食物链还远远没有定型。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明年会继续给大家分析海外中文的油管生态。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这个信息对您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也要感谢会员朋友的支持，我知道我欠你们很多很多。视频结束以前，要再次恭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春节快乐，恭喜发财，谢谢大家。